我不去和亲。北齐太子残暴不仁，求你救救我！太傅，北齐要大雍最尊贵的姑娘，若荣安不去，大兵压境，如之奈何？陛下，公主千金之躯，自幼娇惯，实不忍其远嫁异乡受苦。可北齐太子亲临，若无和亲人选，战事恐再难避免。婉娘冠盖金华，姿容远胜公主，亦可当此大任。哥哥，你要我带公主去和亲？你是裴家女，当为君分忧。可姑听闻，她是你的亲妹妹，你也舍得？好一个大义灭亲的裴太傅！那这姑娘，姑带走了。裴启辰，你为了护你的公主，亲手推开了我。可你不知道，北齐太子才是我亲哥，他是专门来接我回去的。我跟裴启辰是兄妹，性情却天差地别。他金贵淡漠，我骄纵天真，所以他不喜欢我，变成了一件很顺理正常的事儿。启辰，你如今年少成名，三元及第，你看你妹妹实在顽劣，书也读不好，你学问好，能不能抽空教教她？若能得你教导，外人也得高看她几分。教她？我不教蠢笨的姑娘。听说了吗？大郎说二姑娘是个蠢材，裴太傅亲口说的，说他不教蠢笨的姑娘。真是。嬷嬷，他拒绝我了。姑娘，大郎入宫了。入宫？去翰林院吗？是皇上亲下的旨，大郎成了荣安公主的太傅。太傅？他说他不教蠢笨的姑娘，结果一转头就去教荣安公主。嬷嬷，你自幼便跟着我，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喜欢我？明明我才是他亲妹妹，上个月的赏花宴，我跟荣安一起作诗，他那一手字写的狗屁不通，他根本还不如我呢。可他还是选了荣安。我从记事起便知道裴启辰厉害，我崇拜他，处处讨好他。哥哥，哥哥，等等我！救命！哥哥！裴启辰，你妹妹落水了，你不管她吗？这不还没死呢？为什么？同样是一母同胞的兄妹，端王却很疼爱荣安。端王会带荣安看花灯、赏星星，像护着宝贝一样护着她。嬷嬷，我想不通，到底为什么？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好？娘子，以后别去招惹大郎了。嬷嬷，以后我不会再主动去找他了。这是我学了很久才有的成果，他的字迹清冷，我就一遍遍临摹。裴启辰，今天是你的生辰，把这个送到哥哥房里，就说是送他的生辰礼。是，二姑娘。裴启辰，这是我最后一次赌气了。看在你生辰的份上，只要你收下这份礼物，之前那些事我就通通当没发生过。只要你收下，我就继续当那个最崇拜你的妹妹。听说了吗？那是荣安公主亲手给大郎雕的，既是生辰礼，又是拜师礼，可不是吗？大郎珍之重之，戴上后就没见他摘下来过。
真知重之。这是我送给哥哥的佛经。哦，那个，本公主瞧着这桌子不稳，随手从太傅那儿拿来垫桌脚的。怎么，你认得？裴婉娘，你怎么走得这么慢？不是说好了陪本公主去挑胭脂吗？公主，婉娘身体不适，以后恐怕都不能赴约了。半年的时间足够我看清了，我总不能一直让人看笑话。后来父亲去世，我们便更疏远了。我本以为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插手我的事。太傅，许真今日登门是想求娶婉娘，我与她青梅竹马，定会护她一生周全。你毫无功绩，凭什么娶裴家女？太傅，我送客。毫无功绩。这些年来，我为了不让他讨厌，已经收敛了许多。或许真的有那么一瞬间，他是真心为我考虑，想让我嫁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所以才拒绝许征的。原来是因为荣安。裴启辰，你不是为了我的未来，你只是想帮你的公主。太傅，你看台下那人，你说本公主选他做驸马怎么样？公主想要什么样的驸马不得，可他竟然答应的这样干脆，所以才有了那句凭什么娶裴家女？他哪里是在为我考验夫婿？他或许更想问，许真凭什么能得公主垂青？婉婉，你听我说，我跟荣安真的没什么关系。天地良心啊，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他到底喜欢谁。你哥不是说我没功绩吗？我跟我爹说好了，明天就北上去投军。投军？对，公主什么的都离我远远的。婉婉，等我回来立了战功，就能名正言顺的娶你了。你可别劝我啊，你知道的，我早就想去了，这只是圆我自己的心愿，可不是专门因为你啊。许真，我8岁就认识许真，所有人都捧着荣安公主的那些年，只有她还记得我，给我找当代嫁如的字帖，为我寻最好的亲亲。从蠢笨的姑娘到灌溉精华的裴家婉娘，我这一路走的每一步都是许真在陪着。婉娘，等我回来。许真离开后，公主便再没提过她，仿佛已经忘了她曾说过要让她做驸马。裴启辰呢？本公主去书房找他，下人说他不在。他最近为什么总躲着我？公主，比起我这个姓裴的，你才更像是他的妹妹。他的事儿，你又何必来问我？你又不是他亲妹。公主说什么？公主千金之躯，你居然敢推她！不是我，是他自己掉下去的。陪你踏冰天雪地，我来守护你的。裴姑娘，陛下有旨，公主千金之躯不容冲撞。既然你敢推公主落水，便在这雪地里跪上一夜，长长记性。裴姑娘，起来吧。这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是太傅的意思呢。陛下本没打算罚姑娘，可太傅亲口说了，
公主金枝玉叶，你既有胆子推她，便该重罚。本宫不让你当驸马了还不成吗？别再躲着本宫了，好不好，太傅？不然的话，我就日日去裴府堵你，去找裴婉娘麻烦。好，娘子，听嬷嬷一句话，以后也别去招惹公主了。招惹？明明是她蓄意跳水，怎么就成了我主动招惹了？娘子小的时候，大郎对你也是极好的。他现在只是长大了，性子变冷了，可对娘子的心，想必其实还是一样的。况且，老爷现在也不在了，你是裴家女，以后就算嫁了人，大郎才是你唯一的倚仗。你多顺顺他的心意，没错的。小时候，他真的对我好过吗？娘子，您瞧这对金镯子，您小时候大郎君最疼您了。那是他亲自画了图样，求了名将给您打的。嬷嬷说的小时候，我已经记不清了。记不清没关系，老奴可记得真真的。裴家可是百年世家，显贵至极。到了您这一辈，主家子嗣单薄，就只有您和大郎兄妹2人。是啊，只有我们兄妹2个。大郎君比您大5岁，自小就像个小大人似的。老奴记得，您才学会说话那会儿，连爹娘都喊不周全，第一个喊出的字儿竟然是哥哥。确实，午夜梦回的时候，确实也有过那么几个片段闪过，告诉我，裴其晨也曾如珠如光的待我。婉婉，别怕，往哥哥这儿走，哥哥在这儿守着你。这对镯子，你可得戴好了。这是哥哥亲手埋的女儿红。婉婉，等到你出嫁那天，哥哥就把它取出来，让你尝尝。我从小就跟荣安不对付，我娇气，他不讲理。5、6岁的时候，便时常缠在一起打架。公主，裴婉娘，你给我放手！这是我哥哥给我的，就不放。端王殿下，令妹如此蛮横不讲理，殿下还是好好管管自己的同胞妹妹。莫要伤了裴家的人。婉婉，不哭了，哥哥背你回家。出嫁，他现在想的怕是恨不得让我死在外面，别脏了裴家的地界。他带着我学走路，给我打金镯子，买女儿红，说等到我出嫁就取出来让我尝尝。如今想来，这些旧事倒真像是一场笑话。从前他看我的眼神是那么温柔。是啊，大郎君那时候简直把您当成心头肉。是什么时候变的呢？好像就是我遇到许真的前1年。那年他12岁，第一次跟着父亲去北境打仗。大郎君那时候虽是裴家男儿，可祝究只是个12岁的孩子，去那种虎狼之地，谁不害怕？他走的时候脸色白得吓人，我知道他明明怕得要死，可他在军营里还天天给我写信，说见到了罕见的红狐狸，听到了北境特有的风哨声，只要是有趣的，他都一字一句讲给我听。娘子那时候还不识几个大字，每日都缠着老奴给您念信。我那时候每天都在想，我的哥哥是这世间最好的哥哥。后来他大概是觉得找人读信太麻烦，便改成给我画画。是啊，那时候老奴瞧着那些画，还直加大郎子心思细腻，怕娘子等得焦心。我从春天等到了秋天，每天都守在门口，盼着那北边来的信使。可不知从哪天起，他便不画了。娘子，您那时候每隔2日就问一遍，是不是信使在路上耽搁了？其实您心里比谁都急。我等了1整年，等到他回京的那天，我兴高采烈的去接他。可他呢？他回来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肯踏足我的院子半步，连看我的眼神都透着厌恶。哥哥，爹爹走了，我们以后怎么办？哭得这么伤心，倒也不枉他以前那么疼你。我听不懂他的意思，却又像是明白了什么。从那天起，我连哭都不敢再哭，生怕惹了他的厌烦。婉婉，哥哥过2日就要去北边了，说实话，哥哥心里有点怕死啊。哥哥不会有事的。婉婉，等你识字了，给哥哥抄一本佛经吧，救度十方苦难，保佑我平安回来，一直陪着你，好不好？他问我讨佛经的时候，
说要我保佑他平安，说要一直陪着我。可当我真的超好了，他却半点也不珍惜，任由别人践踏。别说了，好过分啊，裴启辰！终究是往事不堪回首。多少年的兄妹了，竟然生疏到了对面不识的地步。站住！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这样同我站在一起是什么时候？怎么了？许真送你的，是礼物。谢谢。为了这么个小玩意儿，你就对他感恩戴德？兄长教训的是，比起公主宫里那些随处可见的赏赐，这确实只是个小玩意儿。就像那日雪中罚跪，在兄长眼里，也不过是教导家妹的小事罢了。我记得兄长那天刚从宫里照顾完公主回来，心神俱疲，却还不忘在寒风里教训我：公主是君，你是臣，无论如何你都不该以下犯上。难道我说错了？年幼时候不懂事便罢了，你如今几岁了，竟然还学不会尊卑分寸？是啊，我长大了，所以兄长便再也不愿护着我。你就那么喜欢许真？我不愿成全你们，甚至亲口断了他的念想，所以你就这般跟我置气，这般不高兴了？兄长高高在上，竟然也会管我这种蠢笨姑娘不高兴。他走前承诺过我，若他有朝一日立了功，进了一官半职，便送我一把匕首。如今这把匕首真的穿过遥远的边关，送到了我手中。他在告诉我，他在那黄沙漫天的地方依旧心意如初，无所不往。兄长，许真他胸有抱负，本就该去个能施展拳脚的地方，而不是困在京城做个混世的小公爷。施展拳脚不过是去送命罢了，你当真要等一个生死未卜的人？是我喜欢他，所以我心甘情愿等他。至于你成全也好，不成全也罢，我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兄长，这世上有些事不是你随口一句话就能斩断的，这也不会成为我和他不能在一起的理由。裴婉娘，你这是在挑衅我。我只是想告诉兄长，我知你前途高远，是大雍朝人中龙凤的裴太师，你确实有自视甚高、蔑视旁人的资本。可这不代表你便能仗着这一身权势，随意对旁人的生活指手画脚。指手画脚？我是在管教你。管教是那天你当着满堂宾客，轻飘飘地说他毫无功绩里断了他的求婚路，还是在雪地里高高在上的问我，裴婉娘，你如今几岁了？你就是这么看我的？不然呢？兄长若真的心疼我，又怎会亲手撕碎我所有的期盼？北齐那边步步紧逼，边境又失了2座城。陛下倒好，还是只顾着斗鸡走狗，半点治国的心思都没有。嘘，你不要命了！当今陛下生性好战，却无半点能耐。大佑这些年被折腾的元气大伤，早就矮了北齐一头。若非太傅裴大人一力支撑，这朝政怕是早就荒废了。是啊，不知从何时起，朝中上下谁不清楚，这大雍的江山明面上姓李，实则事务皆系于裴大人一人之手。大人，陛下今日又遣人送来一批折子，说是一切凭大人定夺，他便不看了。陛下既然疏待朝事，我等身为臣子，自当为君分忧。还有，公主殿下那边传话来说，今日在花园里受了些风寒，闹着要见大人。本官不是交代过，务必看顾好公主，谁让她去受风的？大人恕罪，奴才这就去传医官。在这京城里，谁不知道荣安公主是咱们大人的逆鳞，碰一下那是会要人命的。裴大人只乃大雍之幸，他可是陛下一手提拔上来的纯臣，一心只为社稷，半点私欲也无。没有人会怀疑裴大人的忠心，毕竟他这样正直端庄，又爱护公主。听说了吗？圣旨真下了，陛下要在这一批春季及第的学子和世家功臣子弟里，给荣安公主择婿。大伙以前哪敢肖想啊？谁不知道裴太傅把公主看得跟心头肉似的？裴大人金镶玉指，前程锦绣，他站在公主身后，谁敢大着胆子求娶？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这圣旨一出，裴大人竟然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那还等什么？没了裴大人这尊门神，这可是攀上公主的天大机会。走，快去献个殷勤。见过兄长。
这些日子，你似乎很喜欢在这园子里走动。府中宾客众多，婉娘不过是寻个清静，若挡了兄长的路，婉娘这就告退。袖子里藏了什么？不过是些女儿家的私物，兄长连这也要管吗？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每遇见，我都感觉到他的目光总会在我的袖边停留片刻，而我的袖中，其实只有那一把匕首，也是我唯一剩下的东西了。擂台上的青年才俊换了又换，可公主的神情却始终没有变动，只因为那擂台上的并没有她的心上人。裴启辰，你让父皇为我选婿，你自己却连擂台都不肯上，你什么意思？臣是公主的太傅，上擂台与礼不合。你放屁！你这么急着把我嫁出去，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礼法。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喜欢他？你说话呀！是又如何？是又如何？他承认了。这个他是谁？裴启辰身边除了公主，难道还有别的女子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不同意裴婉娘跟许家三郎的婚事，究竟是因为怕我委屈，还是因为你自己的私心？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你看着他和许真在一起，你极度的发疯，所以才拿公祭当借口。可你别忘了，如果不是他那个娘，你的亲生母亲根本就不会死，你那个还没出世的亲妹妹也能好好活着。他在说什么？我娘害死了他的母亲。裴启辰，你居然喜欢他，他算个什么东西？他凭什么得你的青睐？我不服，一个来路不明、鸠占鹊巢的女人，占了裴家大小姐的名分这么多年，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娘吗？殿下，陈年往事不必再提。原来这就是真相。原来我不是他的亲妹妹，我竟是害死他生母的仇人之女。谁在那里？滚出来！裴大人，这一剑你是打算杀了我，为令堂报仇吗？你都听到了。娘子，您从宫里回来就这副样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您别吓老奴啊！嬷嬷，裴大人真的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吧？今日公主没选到心仪的驸马，可我却知道了这一辈子都不该知道的秘密。我娘当年死了丈夫，怀着我流落街头，是裴夫人心善收留了她。在那场暴乱里，是裴夫人为我娘挡了一刀。娘子，您怎么会知道这些？因为他听到了。裴启辰当年随父去边关，他全都听到了。我娘生下我便撒手人廨，裴大人为了那份恩情和愧疚，带我回府，为我取名婉娘。裴夫人腹中那个才是她的亲妹妹，为了救我，她的亲娘和亲妹妹都没了。裴夫人肚子里那个也是个女孩，本该是我唤作姐姐的人，可她就那样随她娘一起死在了那个午后的血堆里。娘子别说了，求您别说了。我娘生下我便没了，裴大人带我回来，给我名分，给我富贵。难怪啊，那年爹爹灵堂前，裴启辰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具尸体。他当时说，倒也不枉他以前那么疼你，原来他是在替他死去的娘和妹妹不值。我这一生终究是负了夫人，若不是为了救那个女人，我的亲生女儿本该在今年极酸，本该在齐晨身边。我的亲妹妹连从娘亲肚子里出来的机会都没有，她根本不是我的妹妹。我再也不要理裴婉娘了。裴姑娘这是心碎之症，药石只能医身，若自己不想活，老朽也无能为力。
娘子，您好歹喝一口吧。您这一病就是3天3夜，再这么下去，身子骨哪受得了啊？受不了便受不了吧。嬷嬷，我做了她15年的妹妹，竟然到今日才知道，这身份是偷来的。娘子，那不是您的错，那是老爷的意思。不是我的错。我以前怨他不教我读书，恨他对我冷暴力，觉得他偏心公主。现在想来，我以前所有的埋怨不平，简直就像个天大的笑话。他本就不该对我好，他没在我襁褓时掐死我，已是天大的仁慈。娘子，大郎知他心里还是有您的，不然怎么会？听说了吗？边关急报，大庸战败了。战败了？怎么可能？裴大人不是一直在调度吗？谁说不是呢？听说皇上在大殿上当场吐了血，大怒之下连摔了10几个御斩，这口气到现在都没顺上来。快别说了，你看大郎君那脸色。嬷嬷，娘子，大事不好了！慌什么？没见娘子病着吗？前厅传来消息，大庸彻底败了，北齐的军队已经快打到关口了，皇上气得卧床不起，宫里现在乱成一锅粥了。战败了，又要死很多人了吧？家国将倾，我这种鸠占鹊巢的罪人，又该往何处去？大人，宫里又催了，说是和亲的事宜必须尽快定夺。北齐太子的车驾已经入关了，咱们大庸若再拿不出个说法，急什么？陛下那边如何了？陛下还是顺不上气，只管叫大人拿主意。可荣安公主在宫里闹得翻天覆地，连着3日寻死觅活，说是死也不愿嫁给那个疯子太子。她是唯一的公主，她不嫁谁嫁？告诉宫里务必看好她，若她有个万一，谁也别想活。娘子，您是没瞧见，大郎君这几日忙得脚不沾地，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能不忙吗？大庸败得这么惨，北齐那边点名要公主和亲，可荣安公主，听说已经在宫里闹着上吊了。她贵为公主，享尽天下荣宠，如今到了需要她的时候，她自然是不肯的。换了谁敢啊？那北齐太子齐绥，听着就让人浑身发毛。齐绥？是啊，那位可是个狠角色，明明是中宫嫡子，却排在第9。先皇后早逝，他在深宫里像孤狼一样长大。可不是嘛，以前人人都说他风流成性，只爱美人，不学无术，谁都以为他跟储君之位没关系。谁能想到1年前他突然杀出一条血路，把其余10几个亲兄弟一网打尽，连老皇帝都给挟持了，这才夺了东宫之位。是个雷霆手段的。如今天下谁不晓得，他把整个北齐都握在手心里。这次他带兵大获全胜，马上就要大摇大摆的入咱们京城了，那威风劲儿，真是叫人心惊肉跳。下臣参见北齐太子殿下，公主殿下凤体刚射，无法亲自出城迎接，还请殿下恕罪。救不回来，你们统统陪葬！回大人，幸好大人发现及时，公主已无生命危险，只是这心病。割腕？你们这位荣安公主胆子倒是不小，性子也烈。请殿下宽宏大量，公主实在是不忍离乡。既然她不愿意，姑也不是那等强人所难之辈，娶个整天寻死猎合的女人回去也扫姑的兴。她不愿意也行，那姑要你们大庸最美的姑娘带她和亲。最美的姑娘？不过得是她自愿的。若大庸连一个自愿为国出力的美人都没有，那姑也只好委屈一下，还是带你们那位尊贵的荣安公主跟姑走一趟了。娘子，外面都在传北齐太子松口了，他说不一定要公主，只要大庸最美的姑娘自愿去和亲就行。最美的姑娘？是啊，可现在京城坊间早就传开了，人人都说什么？说裴家婉娘姿容绝世，乃是大庸天下第1美人。最美的姑娘自愿，原来这一场戏是专门为我唱的。裴姑娘，求你带荣安和亲。端王殿下，我若是不愿呢？荣安公主享天家尊崇多年，出入皆是公主仪仗，平日里凌驾于众人之上。如今大难临头，没道理到了她该尽责的时候，却要推一个无名无分的臣女出去挡灾。大庸现在的情况你比本王清楚，本齐太子指明要最美的姑娘荣安已经割了腕，若再逼她，她真的会死。她会死，难道我就活该去受罪？裴姑娘，这也是裴其臣的意思。你说是谁的意思？裴太傅，他为了保住荣安，
亲自点头点了你的名。裴姑娘，其实有些事大家都心知肚明。当年在边关的帐外，裴其臣听到的那些秘密，我也在场，我也听到了。不止我听到了。后来我喝醉了酒，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便当作玩笑话讲给了荣安听。对了，还有件事，裴姑娘怕是还不知道。远在边关的许君，听说北齐太子要在大幽择女和亲，偷偷离开了边关，如今怕是已经在赶回京城的路上了。你说什么？他弃守边关？边将不得擅离职守，那是叛国杀头的大罪。裴姑娘读过书，应该知道这利害关系吧？不过裴姑娘若肯深明大义，待荣安和亲，到时候本王在父皇面前美言几句，许真那点小过失自然也就不再是事。所以你们拿许真的命来换我的命。端王是荣安公主的亲哥哥，所以他可以为了妹妹不择手段，可我已经没有哥哥了。他对我那些所谓的复杂情愫，在他眼里只会让他蒙羞。在这样的关头，为了保住他心爱的公主，他终究是只能弃了我。许真，你还那么年轻，你的前途应该是万民敬仰的大将军。好，去告诉荣安，我答应了。反正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这大雍皇城去哪里不是去呢？看了15年，如今没了那一层滤镜，我们真的一点也不像。那日是荣安自己跳下去的，你当时就在岸边，以你的眼力怎么会看不出来？你都知道是吧？原来你真的知道，你知道他跳水是假，知道我是被冤枉是真，可你还是在那天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罚我在雪地里跪了1夜。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可只有对你坏一些，只有让你也疼，才能抵消掉我当年在帐篷外听到的那些真相，才能弥补我那晚吹过的风沙。既然你心里清楚，又何必露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裴大人，裴姑娘，到地方了。松手！你别去了。这种时候，在这种我已经答应端王，已经站在大殿门口的时候，他居然说这种话，他后悔了。裴太傅，婉娘待公主和亲，已是圣命难违。两朝邦交，不是玩笑。她生得很好看，那种俊逸不风流中带着一股野性，和裴其臣那种冷淡克制的金贵截然不同。这就是那个杀兄胁父、雷霆手腕的齐随，可为什么他看起来如此眼熟，眼熟到让我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和亲之事关乎社稷，太傅，你意下如何？陛下，和亲乃两国盟约，然荣安公主凤体为何，不堪远行。臣妹婉娘出身名门，冠盖精华，论才学姿容，更在公主之上，足以代表大雍远嫁北齐和亲。这裴大夫当真舍得？谁说不是呢？为了保住荣安公主，竟亲手把妹妹送出去。请陛下圣裁。这已经是两方默认之事，今日不过是过个明路而已，我并没有拒绝的余地。哼，可姑听闻这位婉娘姑娘可是你裴太师父异母同胞的亲妹妹，裴大人如此绝色，又是继亲血脉，你也舍得？两粒相种取其重，裴其臣，你终究是选了那个在你心里分量更重的人。臣所受君禄，当为君分忧。荣安公主是君，裴家是臣。为了大雍，别说一个亲妹，便是臣之性命，必可舍弃。裴太傅，你如此清高守礼，口口声声为了家国，其实你只是不敢面对。你竟然对自己名义上的妹妹动了不该有的心思。哼，好一个为君分忧！
既然太子殿下不反对，那和亲人选便定为裴家女裴婉娘。好，既然裴爱卿如此深明大义，朕心甚慰。传旨，赐封裴家婉娘为永安公主，则即日出嫁北齐，以全两朝秦晋之好。封号、名号，不用了。殿下这是何意？封了公主，裴姑娘去北齐才名正言顺呢。名号都是虚的，大庸的公主姑见得多了，不稀罕。只要是这个人对了，比什么都强。等着哥哥接你回去。北齐太子殿下，请慎言。她姓裴，是我裴家的女儿。这世上，她只有我这一个兄长。哦，是吗？裴太夫既然这么笃定，那咱们走着瞧。这北齐太子殿下当真是大手笔，这东珠，这头面，哎呦，连咱们宫里怕是都没几套。娘子，北齐那边送了这么多侍卫和婢女过来，连这些金贵的首饰都堆不下了。不过是些外物，左右都是要跟人走的。可是娘子，这回北齐的日子定在3日后，怎么这嫁衣却迟迟没有送来？是啊，这聘礼下人都到了，最要紧的嫁衣怎么不见影影？莫非是北齐那边忘了？裴姑娘，太子殿下有命，这是先行送来的数百套新裁衣衫。这位大人，敢问公主的嫁衣何在？总不能让裴姑娘穿着常服出嫁吧？殿下说了，在回北齐的路上，裴姑娘喜欢什么便穿什么。那大婚当日呢？殿下原话是，至于嫁衣，等回了北齐，姑会亲自给她绣一身。她亲自绣一身？齐随居然说要亲自给我绣嫁衣，听说了吗？北齐太子送了几百套衣裳过来，还说要亲自给咱们二姑娘绣嫁衣呢。看来那位太子爷是打心里满意这位裴家女，愿意屈尊降贵做这些，二姑娘这回可是因祸得福了。齐随，为什么我会觉得那双眼睛如此眼熟，就好像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见过。娘子，该出发了，走吧。他身上还沾了露水，难道是在这里等了一整夜？我送你。谢谢。你要一直送我到北齐境内再回来吗？何必呢？那日，端王去找你，不是我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等我知道的时候，你已经答应了和亲。你是高高在上的裴太傅，端王是公主的亲哥哥，他做的每一件事，难道不是在帮你达成心愿吗？罢了。哎呀，姑差点忘记跟大庸的子民们交代一句了。你们那位高高在上的荣安公主胆子实在是太小了，她死活不愿意为了大庸百姓嫁给姑这个恶人。姑在京城待了这么多天，她连面都没露过一回，就缩在宫里寻死觅活。也不知道以后她知道姑长得这般风流倜傥会不会后悔。若是你们见着她了，记得替姑问她一声啊。不过还好，你们裴家这位二姑娘大义，心肠又软，见不得江山涂炭，这才愿意替你们公主走这一遭。哈哈，挺好。原来公主是怕死不肯嫁，所以咱们还一直供奉着她。唉，还是裴家姑娘心善啊，这是为了救咱们大家伙才出嫁的。她这是在替我证明，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公主，抬高我。怎么样，这口气听出的可还顺畅？她这样狂悖，却让我第一次觉得，这世上竟有人愿意站在我身前。妹妹，忘了告诉你，我本名七岁，我是你亲哥哥。你说什么？这不可能！嘘，现在别喊，这大庸的地界还没出呢。
个中缘由，等回头离这儿远了，我后面慢慢跟你解释。对了，后头那个姓裴的小白脸怪讨厌的，一直死盯着你看，你别理他，听到没？我也不理他，这种人，活该他眼瞎。亲哥哥，他竟然说他是我的亲哥哥。妹妹，你不知道，你还没出生那会儿，北齐乱得跟锅粥似的。母后带着你流落在大庸，我这10几年就干了一件事，找你。那2年没权没势，我还住过马厩，给人洗过臭烘烘的马。小事，洗马洗不死人，找不着妹妹才要命。这么晚了，又是哪样点心没让我尝？怎么是裴大人？你怎么胖了？裴太傅是觉得我离开裴家，离了你这个哥哥，就该行销使廉，凄惨度日吗？托北齐太子的福，吃得好，睡得香，自然比在裴府雪地里跪着的时候要胖些。裴大人这副表情，是见不得我过得舒坦。徐峥追过来了，他在外头，疯了一样求见你，你要不要见他一面？明日一过，马车踏入北齐边境，你便再也没有机会见他了。不只是许峥，出了这道关口，我跟裴其晨恐怕也是此生最后一面了。你去告诉他，不必了。他为你弃了官职，舍了前途，孤身一人追了数千里，你竟连见都不愿见。见了又能如何？你当真如此狠心？狠心？比起裴大人当年的所作所为，婉娘这算得了什么？告诉他，既然走了，就别回头。是我对不起他。许真那个人最是嫉恶如仇，他这辈子最恨北齐人，你忘了？5年前，他的大哥就是死在北齐铁骑下的。如今我们还能怎么可能？既然你都明白，北齐那等狼子野心之地，你孤身一人去了，日子只怕不好过。喂，你挡路了。殿下，即便你是北齐贵客，可如今还没正式大婚，于情于理，殿下深夜造访臣妹居所，都不该出现在这里，请自重。于情于理，裴大人在大庸讲礼数讲的脑子坏掉了。我想进去，让吗？殿下，不可胡闹。刚才是不是撞到人了？我其实很感谢他，还有他的爹娘，毕竟是他们收留了你，把你养了这么大。可我也知道，他这些年对你很不好，所以刚才那一下，我是故意撞他的，出气嘛。这种人就该让他知道你的哥哥到底是谁。你呀，长风过境，草木皆惊。流落在外15年，我终于要踏入我本应长大的地方了。婉婉，累不累？过了前面那道坡，就是咱们北齐的关口。我们真的很像。那是自然，你我同宗同源，流的是一样的血。哥哥当年最惨的时候，在马厩洗马都在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妹妹找回来。皇天厚土不负我，这1年，哥哥终于得偿所愿了。婉娘，婉娘！婉娘，姓裴的，你找死！放开他！婉娘，跟我回去，我带你走。裴大人，两朝盟约已定，你现在这是在做什么？我们不和亲了，家国天下士族荣辱，这些关你什么事？你才18岁，年纪还这样小，还是个小姑娘。
在我身边这些年，你没怎么享过福。跟我走，所有的债，我一个人来还。裴大人，你不觉得太晚了吗？你位高权重，是大庸的国之栋梁。为了你的荣安安公主，你呕心沥血，半步都不肯退。可曾想过，这些年你恪守的所谓为臣之道，全是用你亲妹妹的委屈换来的。婉娘，以前是我错了，我带你走，哪怕舍弃这一身官袍。很多委屈，其实都是你亲手给我的。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我不是你的亲妹妹，对你来说，这原本不是最好的解脱吗？不是亲的，又如何？又能如何呢？我叫了他那么多年哥哥，所有的讨好和期待，到头来只换得他亲手把我推入火坑。回去吧。你是名满天下、新疆御制的裴氏君子。婉娘，为了大庸，为了裴家，你都不该出现在这里。裴大人，不要任性。你如今都多少岁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亲自在大殿上选了我，现在又怎能出尔反尔？这就走了？妹妹，你的嘴可真够厉害的。婉婉，大庸那边收到消息了，裴家婉娘病逝的消息传开，那些老顽部终于消停了。病逝，在大庸人眼里，裴婉娘这个人是真的不在了。不在了才好，省得那些糟事缠着你。郭义与大庸签了盟约，10年之内，北齐铁骑绝不踏入大庸半步。这下你总能安心住了吧？寻回胞妹，赐名齐婉，封号镇国长公主，卫同父君，见之如见朕亲临。万万岁！这封号太重了，我不想要。镇国长公主，我刚回来，封个寻常公主的名号就行了，这事儿你得听我的。那不行，我想了整整15年，从还没找到你的时候，我就把这封号定下了。婉婉，除了这镇国2字，别的什么平乐安康，我都觉得太俗气，配不上你，你就依了哥哥吧。啊！也不知道是谁不久前在大庸皇庭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大啦啦地说名号都是虚的。在大庸那是糊弄他们的，在北齐，我妹妹的名号必须是最响亮的。你啊你，原来有名副行职的哥哥疼爱，是这种滋味。婉婉，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哥哥在藏什么？连我也不能看。没什么，就是些繁琐的奏折，怕你看了心烦。你真的在为我绣嫁衣？哎，你这丫头，看见红的就眼红，别哭啊！哥哥手艺虽一般，但一定让你风风光光出嫁。说正经的，婉婉，你老实告诉哥哥，你是不是还喜欢那个姓许的小子？我这段时间找人查过了，许真那小子确实不错，听说他现在还在大庸边关守着，死活不肯回京领赏，逢人就说不相信你已经病死了。要不这样，只要你点头，哥哥现在就派人去边关，把他给你抢回来。哥哥，你还是批你的奏章吧，我就不打扰你了。婉婉，过来，看看。大庸的事已经跟我没关系了，陛下，您自己看便是。婉婉，这事跟你有关，哥哥答应过不再瞒你，你若不看，这桩因果在你心里断不干净。裴其臣惊闻其妹死讯，于朝上当众吐血，神志尽颠。当日他只身携利道强犬端王府，意图搏命。皇帝震怒，当场下旨卸其所有官职，收回权柄，命其于裴府中闭门思过。他那样一个视民生如命、恪守礼法的人，竟会为了我将自己逼到这一步？早干什么去了？哼！现在演什么深情？他若真疼你，当初何必亲手把你送上那辆马车？他那样一个视民生如命、恪守礼法的人，竟会为了我将自己逼到这一步？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演什么深情？他若真疼你，当初何必亲手把你送上那辆马车？他这一病一闹，
把亏欠裴夫人的恩情也算是在我这里还清了。哥哥，大庸那边的事，往后不必再告诉我了。好。殿下，大庸那边变天了。我终究是低估了裴其晨，原以为罢官思过是他的结局，没成想那竟是他发疯的开始。杀端王，求公主，挟天子，裴其晨，你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跟从前那个一身白衣、君子如玉的裴太师相比，已经相去甚远了。大庸摄政王，好大的名头！婉婉，这回可不是我故意瞒着你，是那家伙闹得实在太大，全天下都传遍了。不过说真的，我这眼皮子最近怎么一直跳，总觉得裴其晨这疯子要憋什么大招。他的恶名现在跟我这种杀兄夺位的都有的一拼了。兄妹一场，难道真要看你彻底沦为万民唾弃的暴君吗？我想告诉他，我还活着，让他停手。可几次落笔，那些过往的伤害和此时的身份，却让我无法成句。婉婉，你看看你那位好兄长，从前在大庸，他可是文臣之首，天天把不必好战挂在嘴边劝诫皇帝。如今倒好，为了他那点自以为是的丧妹之仇，竟然擅自撕毁了咱们两国定好的10年盟约，亲自坐镇，举兵30万，要向姑讨回所谓的昔日之耻。讨回公道，真是没有道理。裴婉娘在大庸活了15年，受尽冷落也没死，到了本期才1年，她就笃定我香消鱼殒了，还要为此发动两国战火。他这就是疯了，为了这一己之私，置两朝百姓于不顾。婉婉，你说他就不怕这天下人戳断他的脊梁骨？裴其晨发疯也就罢了，你看他这回派出的开路主将，眼熟不？许瑞，真的是他？还真眼熟。当初在大庸为了你弃官私奔的小子，现在竟然成了裴其晨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一个疯了的裴其晨，一个领兵的许正，这一仗终究是躲不掉了。婉婉，这么晚了还没睡？哥哥，你那眉头都要拧成死结了。裴清晨那家伙真是个疯子，他就不怕天下大乱？哥哥，我去吧。你说是胡闹！让我去一趟，不是以裴婉娘的身份，而是以北齐郑国长公主的身份。不行，裴其晨现在就是头疯狗，他蛰伏1年，这次来势汹汹，摆明了是想狂挖下北齐的一块肉。你现在去，万一他……我不知他算不算是为我而来，我也不知他会不会因我而止兵戈。可我是北齐的长公主，既然成了这郑国2字，就算没有这层旧情，我也该去这一趟。我说了不行，当初把你接回来，现在你又要回去见那2个祸害。哥哥，裴其晨现在的兵锋直柄咱们，如果不去，这一战打下去，北齐要死多少人？死多少人那是我的事，我是皇帝，打仗我来，杀人我去。可你封我做郑国长公主的时候，不是说我是这国家的另一半吗？哥哥，你护了我1年，这次换我来。婉婉，你会不会不回来了？如果你见了裴其晨，想起那15年的旧情，心软了怎么办？如果你见了许震，要跟他去浪迹天涯怎么办？要是你走了，朕便又是孤家寡人了。哥哥，等我回来。长公主，城里断粮3天了，大庸的人断了咱们后路，再这样下去，城不用攻就破了。城上的北齐人听好了，乖乖开城投降，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听说你们那什么长公主来了，躲在门里算什么本事？叫出来给爷们瞧瞧。本宫乃北齐郑国长公主，求见大庸摄政王。长公主？呸！咱们陛下唯一的荣安公主，现在在冷宫里活的都没个人样了。等攻了城，你算个屁，就是一个女人。
仗着个公主身份就敢爬上城墙叫嚣，谁给他的胆子？裴其臣，本宫知道你能听到。本宫姓齐，单名一个婉字。本宫今日站在北齐的城墙上，求见大雍摄政王，愿与大雍再续盟约。你一个异国女人也配提盟？可本王允了。你没死，婉娘，你真的没死？是，本宫没死。北齐皇帝是我的亲哥哥，他找了我15年，他爱我，护我，在他那里，我不必跪在雪地里自省，不必替谁去赴死。他封我为镇国长公主，待我之心可昭日月。镇国长公主，不过一个名号，婉娘我也可以这样待你。你跟我回大雍，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大雍的公主或者摄政长公主，你若是还不满意，只要你想要，这大雍的皇帝你来当也成。裴其臣，你真是疯了！从前你口口声声忠君守礼，如今你却为了私欲口出悖言，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裴其臣，你我回不去了。若是几年前听到这样一番话，哪怕只有这一句，你想做什么便做什么，我大概会感激涕零地跟他走。可现在，这些话落在我耳中，只剩下荒谬。婉娘，我已经替你报仇了。段王已经死了，是我亲手杀的。还有荣安，那个女人把你害成那样，我回去就把她也处理了。你想怎么折磨她都行，只要你回来。裴其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你曾教我读过一句诗：“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你那时年少英雄，立意平定四方，后来入仕官至太傅。我一直以为那是你毕生所愿，是你的风骨所在。曾几何时，我是真心崇拜你，觉得我的哥哥是这世间最顶天立地的君子。可看看今日的你，为了你那点见不得光的私欲，为了掩盖你的悔恨，你就煽动刀兵，让两国百姓流离失所，让边关将士白白送命。你发动战事时，可曾想过大安和北齐那些无辜的子民？退兵吧，哥哥。婉婉，你来了。婉婉，我来啦！明明只是1年没见，却像是隔了好久好久，隔了一辈子的恩怨情仇。你来得正好，我要走了，许真。我方才见了你皇兄的人，他派人转告我，我可以娶你，但前提是我得放下这里的一切，放下大雍，跟你回北齐。哥哥，我竟然不知道你在背后竟然连这一步都替我筹划好了。原来哥哥找过你了。许真，你不用当回事。我知道你放不下，就留在这里，继续护着你的家国天下便好。这才是你，那个提枪纵马的许将军。婉婉，我答应了。不过，你得等等我，等我把这一身甲胄卸了，把这大雍的最后一点职责交代清楚。许真，你疯了吗？你要放弃你的官职、你的家国，甚至还有你大哥的仇。若没经历过裴婉娘的死，我或许还会执着于那些虚名和旧怨。可这1年，我看着你死，看着自己活小的像具行尸走肉，我才明白，齐婉的出现究竟有多珍贵。这一生其实真的很短，何必去执着那些红颜枯骨、一切成空的虚妄？我可不想跟里头那个人一样，等到后悔也来不及的时候，最后把自己逼成一个万人唾弃的疯子。所以，婉婉，你能不能等等我？